上回说到，乌索普对阵佩罗娜，在几番交手之后，乌索普终于察觉到了事有蹊跷。佩罗娜明明之前还松的一批，突然变得勇猛无比。乌索普怀疑佩罗娜用了灵魂替身，于是用弹弓攻破一个房间，如自己所愿，找到了佩罗娜的本体。佩罗娜大呼牛逼，原本看乌索普就是个消极的极端的笨蛋，没想到居然头脑挺灵光的。不过自己这个幽灵可高级了，自己灵魂出窍的鬼魂和前面那些猫猫狗狗都不同。乌索普慈祥的笑了，十分感激佩罗娜告诉自己这个重要的情报。不过此时自己不禁有个问题想要探讨一下，说如果失手把你的身体打烂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佩罗娜惊了，乌索普将弹弓瞄准佩罗娜的身体，一发爆炸弹打过去，结果却失手，爆炸弹打偏落在一边，非但没有击中佩罗娜的身体，而且还是个哑弹。佩罗娜非常惊慌，立马召唤出特大的爆炸鬼魂，张大嘴巴将乌索普咬住，自己的鬼魂则趁机迅速返回到了身体里面。乌索普被这么巨大的爆炸鬼魂咬住，吓得连连尖叫。刚刚那一群小鬼魂爆炸后，差点把自己炸死，可想而知，这种尺寸的鬼魂一旦爆炸，自己还不得当场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吧？你就放心去死吧，我会让霍古巴克博士把你做成漂亮的僵尸的。佩罗娜打出响指，巨型爆炸鬼魂立即发光膨胀，不过并没有出现佩罗娜熟悉的山崩地裂的爆炸场面。巨型爆炸鬼魂产生的能量变成了树，接着被吸收进了乌索普手掌中一个奇怪的工具里。乌索普叹了一口气，好险，刚刚的冲击力全部吸收进这个贝壳里了，现在就轮到本王绝地反击的时候了。佩罗娜想要移动，结果发现自己的左手臂被粘住，这就是刚刚乌索普失手射偏的那枚哑弹。原来乌索普射出的第一发大爆炸星就是骗人的，那不是爆炸弹，而是黏糊糊的胶弹。乌索普这种技术的狙击手怎么可能失手射偏？他故意示弱，就是为了骗佩罗娜的鬼魂回到身体里，这下就能将佩罗娜的身体和灵魂一起消失了。佩罗娜手下的河马僵尸赶来救援，乌索普终于有了可以和僵尸近战的资本，他根本不慌，反手就是一招神罗天征，把冲击被吸收进的能量打在河马僵尸的身上，河马僵尸直接报废。接着乌索普瞄准佩罗娜，打出了专治各种萝莉的杀手锏蟑螂总动员。软软的炮弹碰到佩罗娜脑袋后突然裂开，从里面爬出一群带翅膀的南方大蟑螂，呼在佩罗娜的身上，在她的腿部和身体各处窜来窜去。佩罗娜哭的那叫一个惨，精神濒临崩溃。乌索普趁他心态炸裂的时候，举起一个巨大的锤子，上面标注10吨。佩罗娜连哭带嚎，距离被逼疯就差这么一个导火线了。10吨，大可不必如此，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为何要这样对我？你可能没听说过我可是东海有名的怪力男。乌索普发挥自己的本领，满嘴跑火车之术。佩罗娜被吓得要疯了，哪还有什么精力去分辨乌索普说的是真是假，不断摆手求乌索普放过。乌索普咬牙切齿，低吼着将巨大的锤子抡起来，锤向佩罗娜的脑袋。乌索普黄金战锤，10吨的巨型锤子在触碰到佩罗娜额头的那一刻，啪的一声破开，原来只是个气球。而佩罗娜因为高度的恐慌，心态完全崩溃，昏迷过去。乌索普打开锤柄的充气口，将锤柄放弃收进包里，又捡起了地上的玩具蟑螂。就这胆量，还被称为是鬼屋公主，迪士尼公主还差不多，这就吓晕了。就这，我还以为是多厉害呢。乌索普打败了佩罗娜，高高兴兴的往回去的路上跑去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伙伴们。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鬼魂女被自己给打败了，不知道大家得知这个消息会是什么反应？一定会对自己更加崇拜，他们会说乌索普大神名不虚传。乌索普越想越得意，一面传来脚步声和嘈杂的叫喊声。乌索普停下脚步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大群僵尸浩浩荡荡的奔过来，看样子是去找鬼魂女的。乌索普赶快躲到一边，那群僵尸没有发现乌索普，浩浩荡荡的跑了过去，边跑边议论纷纷。佩罗娜大人加上河马绅士一起，绝对不会输的。现在被打得哭鼻子的一定是那个长鼻子。乌索普待到那群僵尸跑远，才悄悄溜了出来，松了一口气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一会儿那群僵尸看到佩罗娜的傻样，还不得全员崩溃。不过现在没工夫去想那些，保全自己的性命最重要。另一边，索隆和罗马的战况最为激烈。索隆不愧是刀中之人，一眼就相中了罗马手中的黑刃武士刀秋水。当得知这是大快刀21弓的时候，索隆更兴奋了，放下狠话，抢也要把秋水抢过来。罗马呵呵笑了，你说要从我手里抢刀？索隆面无表情的回应道，你说对了，而且是从你的尸体边将这把刀拿走，这不是抢，这叫捡。罗马笑道，小伙子有魄力。布鲁克被打得头骨碎裂，躺在一边无力的提醒索隆，你还是别挑衅他了。罗马看了一眼索隆腰上的刀柄，你有3把刀。索隆笑道，我是3刀流，只不过有一把刀坏了，正缺一把。罗马认真的嘲讽道，3刀流没听说过，是杂技吗？索隆举起手中的2把战刀，很遗憾呀，现在没法给你展示3刀流了，不过我会让你后悔遇见我的。龙马更兴奋了，果然一碰见你就有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就像是和野兽对峙一样，身体兴奋的都要飘起来了。
索隆凶光毕露，箭步向前砍向龙马。龙马横过秋水，拦下索隆的攻击。龙马用秋水向前一刺，几十米开外的墙壁瞬间被刺穿。弗兰奇吓了一跳，这小子袖子里藏枪了吗？布鲁克尖叫道：“那是刺击。不过如果我用这招的话，是不会有这么大威力的。这个武士僵尸虽然用我的影子在驱动，但生前恐怕是个十分强大的武士。”但索隆也没有落得下风，刚刚砍击产生的剑气将龙马身后的墙壁撕裂。龙马把秋水扛在肩上，笑道：“看来是平手啊！高手对决就在一瞬间。”布鲁克断言，二人的战斗持续不了多久就会分出胜负。第二回合，龙马主动出击，索隆还是惯用斩，而龙马则用刺。索隆将龙马逼到角落，龙马眨眼间连续刺出多次攻击，索隆迅速后回撤，龙马踩着步迹迅速追上去，如猛兽般毫不放松。索隆紧握双刀，做出防御姿态，革命舞曲突进击。龙马突刺过去，索隆站在原地应接下龙马的攻击。龙马轻叹一口气，城堡中的承重柱子即可崩塌。二人同时转过身，举刀对峙。弗兰奇眼见大事不好，这两人打得太入迷了，全然不管周围的情况。眼看着这座城堡就要坍塌，弗兰奇拖着布鲁克溜出城堡。索隆和龙马互丢技能，打碎了墙壁，切掉了屋顶，二人又跳了出来，跑向城堡顶端继续对决。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顶上战争吧。二人在陡峭的屋顶上如履平地，刀剑碰撞激烈，谁也不肯让步，打得双方都气喘吁吁，酣畅淋漓。索隆心中有顾忌，如果拖得太久，手中的刀大概会被砍断。传说中的斩龙武士果然名不虚传，无论是魄力还是力道，完全碾压以前碰到过的那些敌人。索隆收起一把刀，龙马手中秋水一丢，剑气刺过去，贯穿屋顶。索隆抡起河道一文字，打出一招从天而降的刀法。龙马迎着索隆而上，比格三丁，剑为斩。二人在空中发生短暂对招，龙马腰部被砍伤，伤口燃起蓝色火焰，火焰漫布全身。索隆则失去重心，摔在了露台上。龙马稳稳地站住，喘了几口气之后，默默说道：“输了。曾经传说中武士妖精的名刀秋水，你做他的主人，也是这把刀的夙愿了。”弗兰奇和布鲁克看呆了，看来胜负已分。布鲁克惊愕地说道：“这种战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那个武士跟我战斗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动真格。”弗兰奇很着急，所以谁输谁赢了。龙马将秋水收入刀鞘，拿下宝刀，从楼顶丢了下去。索隆伸手将秋水稳稳接住。龙马的身体大概是受到蓝色火焰的影响，有些左右摇摆，让自己的这副身体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确实有点难过。索隆将秋水扛在肩上，背对着龙马低声回道：“知道耻辱就足够了，身心兼备才算是见识。真想在你活着的时代遇到你。”龙马笑了笑，大吼一声，接着影子从他的身体里飞出来，回到了布鲁克的身上。布鲁克的影子失而复得，兴奋的大叫。时隔5年，终于找回了自己，又能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航行了。龙马的尸体倒在地上，随着蓝色的火焰慢慢消失。索隆瞥了一眼，刀我就收下了，比试就当从来没有过吧。和之国的武士，被用来拖剧情的路飞还在和莫利亚的影子法师你来我往。莫利亚劝路飞赶紧逃命吧，等奥兹回来给你脑袋打歪。路飞当然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逃走，不把你这个大蒜头揍趴下，我王路飞怎么可能放心的去当海贼王？莫利亚继续悠哉悠哉地靠在墙壁上，看着自己的影子玩弄路飞。路飞气得胸闷，这个家伙自己又不动手打，总是用影子做挡箭牌，烦得要死。莫利亚很得意，我说过我要利用别人的能力成为海贼王。小老弟，人在江湖飘，凡事留余地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路走死了，就别怪老哥我不留情面。一会儿等奥兹回来，你就等着挨揍吧。此时路飞的僵尸奥兹还在岛上到处玩耍，为了庆祝自己即将出海成为海贼王，奥兹决定打一炮庆祝一下。他在岛上四处寻找可以用来打一炮的工具，走着走着，影子的记忆慢慢的消失了。奥兹停下脚步，愣在原地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在干什么？对了，奥兹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莫利亚的影子。要当海贼王的不是自己，是主人。现在必须赶回到主人的身边。奥兹转过身，向莫利亚的城堡赶过去。其他的僵尸群赶到城堡外面，看到地上躺着一大群僵尸将军们被揍扁的尸体，大呼不可思议。僵尸蝙蝠哥跳出来强行解释一波，奉劝他们赶紧逃命。因为特制的最强僵尸奥兹才放入影子不久，现在还残留着草帽小子的意识。这些僵尸将军就是因为盲目挑战被干掉的。僵尸们偏偏不听劝，扬言一定要给新人一点颜色瞧瞧，就算他是特制僵尸，也要明白尊重前辈的道理，不把他打服了，今后还怎么混？大家正嘀嘀咕咕，路飞的奥兹僵尸已经走过来了。众僵尸一看这个身形都吓傻了，但是吹出去的牛逼，不上市会被看不起的。大家举起刀剑准备硬拼一下。蝙蝠哥赶快溜走，画面太血腥，还是不看为妙。奥兹踏着霸王龙云的步伐走过来，看到这群送死的僵尸小兵，举起拳头就要打。突然想起这些是自己人，摇摇头放弃了攻击，转身向莫利亚的城堡赶去。
另一边，罗宾迎战索隆影子驱动的三刀流僵尸，想有能力将三刀流控住，但三刀流稍稍一用力就将罗宾的手臂挣开。乔巴这边与山寨的僵尸企鹅纠缠不清，僵尸企鹅不能打女人，但是打狸猫却丝毫不留情。踢翻了乔巴之后，正要继续攻击，三刀流的刀锋失手砍了过来。乔巴灵机一动，甩开僵尸企鹅，迅速跳到三刀流身后，用自己粗壮的肱二头肌将三刀流锁死，呼唤罗宾打配合。罗宾连忙用自己的能力变出手来，抓起烟送向三刀流的嘴里，胜败在此一举。然而一直都不打女人的僵尸企鹅突然飞起一脚，从后方偷袭罗宾，将罗宾打倒在地。山治和索隆影子自责的记忆已经消失了，现在眼前的这两个僵尸和奥兹一样，变成了莫利亚最忠实的傀儡。